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远古遗迹之行圆满结束，萧炎带着满满的收获，踏上了回归星陨阁的路。而坐镇星陨阁的风尊者也联系了不少当年交情不错的老怪，只要药老能恢复实力，那些强者都会成为星陨阁的客卿。等萧炎带着魂因果回来后，药老便以最快的速度闭关，恢复本源魂器。只有本源魂器恢复，药老才能够真正的恢复巅峰实力，而且说不定还有向着斗圣级别进军的潜力和希望。青灵的毒解了。药老的本源魂器也恢复到了巅峰。萧炎拿出自己这些年凑齐的各种材料，8品的生骨融血丹，天妖皇的金血，以及一具斗宗巅峰的骨骸。萧炎对骨骸的级别不是太满意，但短时间之内也找不到更好的。好在风尊者那里收藏了一具他一个4星斗尊仇家的骨骸，这些材料都是上上之选，应该能让药老恢复往日的巅峰。材料已经备齐，药老便决定明天就立刻动手。只有他恢复实力，星陨阁才不用担心魂殿的报复。深夜，萧炎拿出在远古遗迹中抢到的3根肋骨研究，肋骨上布满了萧炎无法破译的奇异文字。在发现骨骼表面有封印后，萧炎用3000年星火不断炙烤骨骼，慢慢的玉白色的骨骼变成了一滩暗金色的液体。萧炎伸出一根手指插进了那滩液体之中，暗金色的液体突然紧紧地缠绕在萧炎手指上，瞬间包裹住了他的整个右掌。很快，手掌被强烈挤压的剧痛消失，暗金色的液体也消失不见了。萧炎的脑袋一震，眼瞳浮现暗金光芒，随后他出现在天阶斗技隐藏的一处记忆空间中，一道不凡的身影背对着他。这个人就是远古遗迹中的斗圣强者造化圣者。造化圣者将他所创的天阶低级斗技大天造化掌传给了萧炎。大天造化掌是造化圣者穷尽毕生之力融合百家斗技所创，讲究造化之意，以掌破天，以力碎万物，而且必须由被淬炼过的手掌施展，否则会遭受反噬。有了造化圣者的传承，萧炎很快就掌握了这个天阶斗技。他轻轻揉了揉右手，决定等下次再见到摘心老鬼，要让大天造化掌变成摘心老鬼的索命镰刀。另一天，萧炎和药老进入星陨阁的石台闭关，而星陨阁则进入了戒备状态，在外面的强者也都被召了回来。萧炎开始炼制躯体，他将天妖皇的金血尽数渗透进骨骸深处，之后又将斗尊的右手臂掰断，换上了斗圣的右臂。药老点点头，说不定这条手臂会在日后成为他突破到斗圣的契机。等萧炎一切弄好后，药老服下生骨融血丹，便迅速进入骨骸中。药老一进入，骨骸空洞的眼中逐渐有了光芒凝聚，恐怖的奇异能量弥漫而出，骨骼之上也神奇的出现了血肉。萧炎让药老顶住，之后便用3000年星火开始煅烧那些血肉。这种煅烧足足持续了将近10个小时，皮肤组织才终于彻底成型。接下来便是等待药老和这具身体完成最后的融合。此时，远在中州西域的深山巨殿中，魂殿的9天尊缓缓出现。他们这次的任务是灭星陨阁、擒萧炎、抓药尘。萧炎这几天的负荷非常大，等他恢复后又陷入了沉吟，想要靠正儿八经的修炼达到2星斗尊，起码还要半年的时间。而魂殿这座大山一直压在心头，他必须要尽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最快的方法自然是吞噬异火，但他现在并没有其他异火的消息。收好净莲妖火的3张古图后，萧炎拿出在遗迹中抢到的骨骸，他借助异火得到了3枚胶状的乳白色之物。萧炎谨慎的收好2枚斗圣骨髓胶粒，将最后1枚塞进嘴里，一股磅礴的精纯能量涌向他的四肢。萧炎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才将这股能量炼化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直接突破了1星，达到2星斗尊的层次。就在萧炎准备先出塔，让药老单独在这里完成融合时，整座石塔狠狠地颤了一颤，一道充满肃杀的声音在这片天空响起：星陨阁交出萧炎、药尘，否则今日血洗此处。魂殿杀上星陨阁，封尊者的脸色却是相当的平静。他知道这一天迟早都会来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。星陨阁之外已经被铺天盖地的黑雾重重包围，近100道身影踏着黑雾而立，领头的黑衣人中就有摘心老鬼以及在亡魂山脉见过的黑白天尊。魂殿这次出动这么多人，为的就是血洗星陨阁。星陨阁的人除了拼命，没有第2条路可走。封尊者身后，一众长老都表示要和星陨阁共进退，誓死抗敌。星陨阁外，摘心老鬼请黑白天尊和他联手破掉星陨大阵。他们这次出行动静太大，恐怕不少势力都有眼线跟来，所以必须要使用血腥手段镇压星陨阁，让大陆上其他势力知道魂殿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招惹的。
风尊者看着濒临破碎的光照，脸色微微一沉。这次魂殿来了3名天尊、7位尊者，斗宗强者也来了不少。其他人都还罢了，但摘星老鬼那3名天尊却是个大麻烦。风尊者咬咬牙说：“黑白天尊由他来阻拦一下，其他人只需要拖到药老顺利出关就好。”就在众人为萧炎和药老着急时，萧炎出现，说摘星老鬼由他来对付。黑白天尊中的一个由天妖魁出手，至于另一位天尊，原本萧炎是让小医仙和天火尊者联手对付，但最后还是交给了主动起因的青灵。之后，风尊者主动打开了即将要破的大阵。天空上的摘星老鬼看向萧炎，这一次他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他。星陨阁能够成为4方阁之一，自成立以来就接受了诸多挑战，而这一次无疑会是有史以来最凶险的一次。若是能挺过去，星陨阁必将名气大振，将其他3阁远远地甩在身后。黑白天尊嫌弃摘星话多，警告他这次要是再失败，下场他应该很清楚。摘星老鬼脸一沉，手掌一挥，下令血洗星陨阁。摘星的脸上布满了狰狞和怨毒，朝着萧炎暴冲而去。黑白天尊被天妖魁和青灵拦住，而另一边2星斗尊的萧炎在施展天火3玄变后，已经有了和摘星正面对战的资格。和他对打的摘星感受到萧炎飞速的进步，心头又惊又怒。要知道初遇萧炎时，他连自己一掌都接不下来。摘星老鬼的心中杀意涌动，掌风也越来越凌厉。此刻的星界内处处充斥着厮杀，而后山石塔中闭目躺在石台上的老者手指细微的颤了颤，在他手指抖动的那一刹那，石塔内的空间咔嚓一声爆裂。天空上的萧炎和摘星老鬼打得十分痛快，之前因为差距太大的缘故，他一直没有跟摘星正面交手过，这次是越打越痛快。但眼看越来越多的星陨阁普通弟子命丧魂殿强者偷袭之下，萧炎塞了几粒恢复斗气的丹药到嘴里，不打算再耗下去了。他的右掌泛起暗金色的光芒，朝着摘星老鬼走去。摘星自然知道萧炎是在施展斗技，但萧炎唯一能让他忌惮的就是毁灭火莲，其他的斗技他并不觉得能对他有什么威胁。而他要让萧炎看看什么才是5星斗尊真正的力量。摘星老鬼凝聚出一柄漆黑色的鬼头大刀，隔空劈向萧炎，这是他最大的底牌，算得上是地阶斗技中的巅峰级别。可惜这一招对上的是萧炎天阶斗技的大天造化掌。看到熟悉的黑色光圈化解了自己的碎心刀，摘星老鬼惊骇的大声尖叫，而后反应过来，远古遗迹中的天阶斗技隐藏在当初萧炎弄走的3根肋骨上。他后悔的心里都在滴血，身形急忙暴退。见摘星想跑，萧炎手掌猛地一震，摘星逃跑的速度被黑色光圈减缓，他施展出各种手段也无法逃脱后，终于扯开嗓子凄厉地尖叫着：“九天尊大人，救我！”听到摘星老鬼的话，萧炎目光闪烁，魂殿果然是有备而来，居然还有级别更高的强者隐藏在此。不过现在还是先将3番4次和他为敌的摘星弄死再说。黑色光圈的扩散速度加快，将摘星老鬼吓得魂飞魄散。九天尊在摘星身后的空间裂缝中出现，怒斥摘星是个废物，竟然被一个小辈逼成这副德行。伴随着九天尊的出现，天空上还有细小的雨滴落下。萧炎心头一沉，这个人能够凭借体内的斗气引动天地能量的变化，按照他的猜测，至少也是达到了7星甚至8星斗尊的级别。九天尊将飘散的雨滴凝聚成一面高速旋转的雨幕，挡在摘星面前，而后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身形闪电般的后退。见摘星要被救走，萧炎疯狂催动斗气，黑色光圈瞬间撞破雨幕，然后在摘星惊恐的目光中吞噬掉了他的双腿。九天尊带着摘星加速后退，大天造化掌的霸道程度，即便是他也不想正面应接。萧炎再度将黑色光圈的速度提升，眨眼间就吞噬掉了摘星胸膛以下的部位。见摘星老鬼已经没有了生气，九天尊的目光落在萧炎的身上，他很好奇萧炎为什么能在这个年龄达到斗尊层次。萧家那种废弃的血脉能供养出萧玄那等强者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了，应该没可能再养育出第2个萧玄。萧炎心头有些疑惑，似乎萧家在很久以前有着不为他所知的历史。九天尊看出萧炎的疑惑，说等到了魂殿会有人帮你讲解。
他知道萧炎拥有一种堪比天阶斗技的火莲，但在他面前，萧炎不会有机会施展出这种攻击。他让萧炎乖乖的跟他走，毕竟他的任务只是说要带活的回去，而只要有一口气，那就都算是活的。萧炎在九天尊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气息，但这并不可能让他束手就擒。很快，萧炎就被九天尊一掌打得砸在山壁上。九天尊伸出手掌抓向萧炎的肩膀，就在萧炎准备拼尽全力时，一只手臂从他的背后伸出，抓住九天尊的手掌。要带走人的话，光凭你九天尊可还没这种资格。在手臂被抓住时，九天尊就发现自己体内运转的斗气一致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到萧炎身后的药老有了躯体，并且溢出来的气息之强，让他都感到有些心颤。药老让萧炎去帮其他人，这里交给他就好了。萧炎走后，药老的脸泛上些许冷意。今日魂殿大肆来犯，九天尊更是伤了萧炎，这份债他总要讨回来的。萧炎看到药老随意一掌就将九天尊打伤后，就看向和黑白天尊对战的天妖魁以及青灵。天妖魁目前是节节败退，而青灵因为有远古天蛇的帮助，与白天尊却是打得不相上下。就在萧炎准备去帮天妖魁的时候，天空上的药老突然隔空一个巴掌对着黑白天尊砸了过去。黑白天尊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瞬间打得口吐鲜血，身形狠狠地砸进下方的灵海中。一巴掌打翻黑白天尊后，药老的手掌对着下方隔空轰了过去。地面上的魂殿强者，凡是被空间巨手沾染到的，都顷刻间湮灭了。看到魂殿损失惨重，九天尊一脸阴沉地召唤出八天尊求地。药老没想到魂殿的准备这么充分，连八天尊都派了过来。九天尊觉得药老刚刚拥有躯体，实力肯定没有恢复到巅峰，只要他和八天尊联手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八天尊曾经败在药老手中过，而这也一直是他的心病，所以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和九天尊联手。他们两人一起联手，即便是九星斗尊也能一战，但面对他们的联手一击，药老的脸色毫无变化，甚至只轻轻开口说了一个停字，八九天尊联手凝聚出的可怕冰球就瞬间凝固了。九天尊两人一脸呆滞，他们的联手一击，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也不可能说让他停就停的。药老的声音缓缓在这片天际响起，如今的他的确不能发挥出10成的力量，但对付他们两人也是绰绰有余，因为现在的他并非是斗尊巅峰，而是半圣。简简单单的半圣二字在九天尊两人耳边狠狠炸响。只有踏足半圣层次，才能够具备踏足斗圣的资格。在斗帝逐渐成为传奇记忆时，圣代表了这片天地的巅峰。星界中的风尊者和山峰上的萧炎都是一脸的狂喜，星陨阁要大兴了。悬浮在半空中的药老将冰球捏碎后，九天尊两人也都受到了反噬。九天尊非常识时务，知道今日的行动彻底的失败了，叫上不甘心的八天尊就准备撤，但既然来了，不留下点什么东西，药老也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的就走。他对着空间裂缝狠狠一握，裂缝中瞬间传出2道低沉的闷声。九天尊咆哮着让药老等着，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于他们的咆哮，药老丝毫不放在心上。现在的他可不再是当年的药尊者，而是药圣。药老成为药圣后，很快就将魂殿的人打得屁滚尿流。风尊者说，今日来的各方眼线不少，或许不久后，药老达到斗圣层次的消息就会传遍中州。再加上药老大陆第一炼药师的名头，想必以往那些有交情的老怪应该不会再拒绝他们的邀请。药老也知道星陨阁的底子太薄，想要壮大势力招揽强者是必不可少的，更何况萧炎和魂殿势必是不死不休。为了萧炎，他也要好好经营星陨阁，做好萧炎的后盾。在星陨阁上下陷入忙碌和热闹时，一向不喜欢应酬的萧炎选择了闭关修炼。他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药老正在一旁等着他。萧炎和药老互相关心过后，便将手上的漆黑戒指物归原主，还给药老。药老将戒指戴在手上，这个东西对萧炎的确没有了太大的作用，但有一样东西对萧炎却有大用。一团深白色的火焰悬浮在药老面前，看着眼前的古灵冷火，萧炎有点愣。
药老说萧炎修炼了焚诀，异火对他更加重要。如今自己已经进入了半圣，古灵冷火已经没有了太大的作用。萧炎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无知的少年，自然知道药老是在骗自己。见他不肯要自己的古灵冷火，药老直接将古灵冷火中的灵魂印记抹除，让萧炎先种下灵魂印诀，收入体内，好好温养过后就可以将之融合。望着面前这团深白色的火焰，萧炎的眼睛有些发红。古灵冷火应该算是陪伴药老最久的东西了，如今却送给了他。萧炎这边正感动着，药老反倒觉得以萧炎如今的实力，即便吞噬了古灵冷火，也不会有太大的飞跃。在药老的催促下，萧炎只能收下古灵冷火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多多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